山崖上刀锋凛冽，叛军头子一脚将苏玉薇踹跪在地，刀尖抵住他脖颈，另一把刀同时架在我颈间。顾景行，选一个，你女人和她姐姐只能活一个。苏玉薇哭喊：景行，救我，我是你未婚妻呀！顾景行喉咙滚动似要开口，我却突然笑了，猛地挣开叛军，转身纵身跳崖，失重感瞬间包裹全身，下坠时一只手死死勾住我的衣角。顾景行的声音撕破风声，这是他3年来第一次叫我的名字。苏念慈。我回头望见他眼中的惊慌与痛苦，随即轻轻一怔，衣角刺拉断裂，耳边响起系统提示音：任务完成，宿主可在本世界选任意身份定居。我知道，真正属于我的人生就此开启。我本是苏家庶女，在深宅大院活得小心翼翼。多年前，顾苏两家定下婚约，对象是顾家顾景行与苏家嫡女苏玉薇。顾家突遭惊天大案败落，族中男丁死伤殆尽，只剩毫无功名的顾景行支撑门户。心高气傲的苏玉薇不愿下嫁，数次寻死觅活拒婚。父亲心疼嫡女，将我记在主母名下，抬为嫡次女，替姐嫁入顾家。成亲当晚，顾景行掀开我的红盖头，看清面容后眸色暗淡，转身离去，再未踏足新房，只留下一句：你不是我的妻。我清楚，他心中只有苏玉薇。虽顾景行不认我，我却曾真心待他。主母本打算将我许给年迈老王爷做侍妾，相比之下，年轻俊朗的顾景行已是良配。往后日子，我守着顾家宅院，将大小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婆婆起初因换亲心存芥蒂，日久见我温婉持家，反倒常在顾景行面前为我说话。可顾景行对我的冷淡3年未见，只因他心中始终装着苏玉薇。谁料顾景行绝非池中之物，短短3年便从白衣逆袭成朝中新贵，深得皇帝器重。苏玉薇原定亲的3品大将需守孝3年，眼见顾景行平步青云，他放下身段，主动来顾府走动。每次他来访，顾景行总会早归，目光频频越过我，落在他身上。我不愿打扰，便捉走园中成双蝴蝶，故意笑得张扬。回头却见顾景行立于身后，眸色沉沉。我慌忙放走蝴蝶，变回端庄谨小慎微的顾夫人。原以为平淡日子能长久，叛军却突然作乱，打了朝廷一个措手不及。苏玉薇的未婚夫在战乱中战死，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顾景行竟主动请缨奔赴战场，有他出谋划策，朝廷军队节节胜利，宫中赏赐源源不断送入顾府。苏玉薇望着绫罗绸缎与奇珍异宝，满眼艳羡。这一切原本都该是我的。他忘了，这份荣华是他当年亲手抛弃的。顾景行在前线家书不断，细细问候母亲与家中近况，连花草家犬都记挂着，唯独对我只字未提。这份漠视像细针般密密麻麻扎在心上。后来苏玉薇孤身前往前线寻顾景行，大军班师回朝时，顾景行的战马后紧跟着他的华丽轿子，沿途百姓夹道欢迎，仿佛是他们的大喜之日。我深知系统说的没错，男女主终究要走到一起，而我不过是无关紧要的垫脚石。我本是穿书者，成亲那晚便觉醒记忆，我的任务是成为顾景行的贤内助，在他功成名就时殒命，让他能毫无牵绊地宠爱苏玉薇。所以当我与苏玉薇被叛军掳走时，叛军带着我们姐妹被逼至悬崖边，首领狂笑：顾景行，你的夫人和心上人都在我手里，2个女人只能活1个。苏玉薇吓得泪流满面。景行，救我！我看不清顾景行的神情，心中忍不住追问：他会为我担忧吗？会犹豫吗？这3年朝夕相处，我也曾动过心，可原著剧情早已注定，他只会选苏玉薇。既然结局已定，何必多此一举？我深吸一口气，猛地将苏玉薇往安全方向一推，自己转身跃下悬崖。耳边似有呼喊，衣角也似被拽住，可这些都已不重要。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：任务完成，宿主可在本世界任意选择身份定居。这一次，我终于摆脱任务束缚，为自己而活。1年后，听兰村医馆布帘被掀开，师傅扶着一位伤势颇重的侍卫进来。阿和，快搭把手！我放下药碾子，与师傅一同将他扶到里屋。我去配药，你先给他包扎。师傅交代后便去抓药。我打来清水，看清侍卫身上有一道深可见骨的割裂伤。他说一行人在山道遭遇劫匪，为保护主人家受伤，好在伤口虽害人却不致命。我熟练地为他清洗包扎。1年前完成任务后，我的灵魂依附在青兰村县令的独女沈河身上。
这姑娘天生痴傻。我附身时，正是她跌入池中溺亡之际。看着县令夫妇哭得晕厥，我动了恻隐之心，选择以沈河的身份留下。这1年来，沈家夫妇见我恢复正常，愈发聪慧，对我的宠爱有增无减。我来医馆学医，是为了体恤多病的母亲。女子病症多有难言之隐，习得医术，既能为母亲缓解病痛，也算是替原主尽孝。这天，我学完医回家，路过溪边时遇到师兄沈燕慈，他是师父的独子，唇红齿白，眉眼灵动，性子却十分跳脱。他扔来一颗石子吓唬我，委屈道：“你怎么说话不算话？约好陪我上山采药，我等了半天都没等到你。”我心生愧疚，今日休假睡过了头，赶到医馆时沈燕慈早已上山。诺，这个给你赔罪。我递出手中的大桃子。沈燕慈伸手做事要接，却在触碰到桃子前缩回手。谁稀罕你的桃子？山里的野果子多的是。说着，他从药篓里掏出一把通红的莓果塞进我手里。这些都给你，还有这个。一束沾着露珠的5颜6色野花突然被塞进我怀中，散发着淡淡清香。我把莓果和桃子放进随身小挎包，抱着野花笑道：“真好看，多谢师兄。”沈燕慈扬起下巴：“客气什么？”我忍不住笑了。这小子一声师兄就美得找不着北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竹林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。我回头望去，一位身着素白衣衫的男子正目光沉沉地望着我，是顾景行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见到顾景行，我心头一震，却很快平静下来。如今的我，样貌与身份都与从前判若两人，他不会认出我。我假装不认识他，拉着沈燕慈催促：“师兄，快送我回家！”府衙离这里不远，穿过竹林再走几步便是。我原以为这只是偶然邂逅，却没料到次日去书院上课时，竟再次与他相遇。或许是见到顾景行太过震惊，我忘了完成夫子布置的课业，下学后只好跟着夫子去后院领罚。本朝对女子还算宽厚，允许女子自由活动，尤其是在顾景行的努力下，女子还有机会参加科举。夫子手持戒尺训诫：“沈河，多少女子渴望读书却求而不得，你倒好，这般顽劣懈怠。今日罚你在日头底下，将今日所学抄写10遍。”头顶烈日炎炎，我暗自盘算，撑不住就装晕。就在这时，长廊那头传来说话声，抬头望去，书院山长正陪着顾景行走来。顾景行身着素白衣衫，头戴银白发冠，脸色苍白，像是在为谁守丧。我心中一动，随即又觉得可笑，他怎么会为我守丧？我听闻苏家有意将苏玉薇送入顾太傅府中，这般好事，他高兴还来不及。我原以为他们会径直走过，不曾想顾景行忽然停下脚步，询问夫子发生了何事。顾太傅，夫子连忙放下戒尺行礼。顾景行淡淡道：“我已自请辞官，如今只是游历四方的闲人，不必再称我太傅。”夫子将我未完成课业被罚抄书的事说明，还敲了敲我的额头。这孩子病愈后，性子倒是愈发顽皮了。顾景行开口：“做工课本是为了巩固所学，若是他已经掌握，便饶他在廊底阴凉处抄写吧。圣人言，事不过三。”夫子当场抽查我之前所学，我一一应答如流。山长与顾景行走远，夫子罚我在廊下抄书后也转身离开。我揉了揉发酸的手指，抬头，却见长廊另一头，顾景行竟还站在那里。顾景行见我望过来，便缓缓向我走来，示意侍卫留在原地。大人，我连忙起身行礼，他微微点头回应。两人陷入诡异的沉默，我的心跳越来越快，过往的往事涌上心头。成亲3年，顾家从未亏待我，婆婆后来待我如亲女，可那样的日子太过平淡。我曾以为只要尽心尽力，总能焐热顾景行的心，直到叛军将我逼上悬崖，才彻底清醒。那3年安稳不过是镜花水月。大人似有话要对学生说，我率先开口。顾景行的目光落在我斜挎的小包上，这是我亲手做的，巴掌大小，绣着2只相互依偎的兔子，里面只放了些糖果、碎银和帛书册。这物件是谁教你做的？他忽然发问。我心头一跳，从前在顾家时，我便最爱做这类针线活计。这不算什么稀罕手艺，寻常姑娘家大多都会。我如实回应。不知能否割爱，任凭姑娘开价。顾景行唇边漾起浅笑。我慌忙捂住挎包，恕难从命。大人若是喜欢，寻个绣娘仿制便是。他并未为难我，只留下一句：叨扰了。姑娘若肯割爱，100两亦无妨。便转身欲走。恰在此时，沈燕慈寻了过来。
我与沈燕慈一同离去，临别时客气地朝顾景行颔首。大人再会。沈燕慈叮嘱我，你啊，可别再忘了功课。他也在这书院就读，只是分在别的夫子门下。刚才与你说话的那位，可是京中来的顾太傅。沈燕慈语气满是艳羡。他的文章冠绝京华，还曾立下赫赫战功，没想到竟这般年轻。我点了点头，邀他同乘一车，顺路送他回医馆。沈河，你说京城里是不是有许多姑娘都倾心于他？或许吧，我漫不经心的应着。我漫不经心的应着。那你可就没指望了。沈燕慈一本正经的补了句。我没好气的一肘子对在他胸口。闭嘴！你哪只眼睛瞧见我倾心顾大人了？你自己瞧瞧，自打跟他说过话，你就心不在焉的。我无奈苦笑，索性扭过头不再理会，可心底却忍不住犯嘀咕：顾景行为何偏要买我的包？从前在顾家，他对我素来眼不见为净，甚至在得知我会被叛军掳走那日，还将我所有衣物首饰付之一炬。为免多生事端，我索性称病在家，不愿去书院撞见他。可谁曾想，父亲竟亲自将他邀到了家中。父亲身为一县之长，顾太傅名满天下，自然要见。那日，我正躺在自家花园的海棠树上，哼着小曲晒太阳。恍惚间，手中的书不慎滑落，我心头一惊，目光追着书望去，竟与树下伸手接住书的顾景行撞了个正着。管家吓得连声惊呼：“姑奶奶，您怎么爬这么高？仔细摔着！”一阵兵荒马乱间，父亲母亲匆匆赶来。母亲嗔怪我在贵客面前失了礼数，父亲则笑着戳了戳我的脑袋。我连忙规规矩矩站好行礼。见过大人。顾景行唇边噙着一抹极淡的笑意。恋爱千真烂漫，又是赤子之心，算不得失礼。他故意落后众人一步，将书递还给我。这本书不全，缺了一册。我心中一叹，这本志怪小说是我费了9牛2虎之力淘来的孤本，另一册怕是再也寻不到了。傍晚时分，沈燕慈与他师傅一同登门。师傅是来给母亲把脉的，沈燕慈则特地来看我病得重不重。见我气色如常，沈燕慈板起脸威胁：明日你再敢称病逃课，我便去告诉夫子。你这嘴可真比老婆子还碎。我不甘示弱的回怼。送他们出门时，恰巧遇上顾景行也准备告辞。临行前，他只对我父母说了句：还请二位仔细思量，便转身离去。谁料第2日去书院，竟发现是顾景行来给我们授课。顾景行虽不过比我们年长3、4岁，却学识渊博，那些晦涩难懂的经义，经他3言2语点拨，便豁然开朗。嫁给他的第2年，朝廷允许女子科举入仕，我偶尔厚着脸皮向他请教，他总能寥寥数语让我茅塞顿开。这一日下课后，许多同窗仍围着顾景行请教学问，我因与他有约在先，只得在一旁等候。眼看就要落雨，待到众人散去，顾景行略带歉意地说：久等了。随即让人取来全本小说。我当即捧在手中翻阅，果真是完整版本，书页间还配有精致插图，真是意外之喜。除了这本志怪小说，他还多赠了我一本怪谈异闻录。我将那只绣着小兔的挎包推到他面前。大人想要的便是这个吗？对面的男子指尖轻抚着包上的兔子纹样，喃喃自语：栩栩如生，憨态可掬。原来他是喜欢这兔子。我忽然想起苏玉薇素来最爱兔子，从前在苏家时，我为了讨好他，常常绣各式各样的兔子。交易达成，我正欲告辞，外头已然下起瓢泼大雨。婢女转身去取伞，顾景行与侍卫也正要离去，见我独自站在廊下，他忽然折返，将手中的伞递到我面前。电闪雷鸣，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不怕吗？走吧。说罢，他便与侍卫共撑一柄伞，缓步走在前面。我撑着他的伞默默跟在身后，这场景让我想起刚嫁他那会儿。刚嫁给他那会儿，有一晚也是这般雷雨交加。我素来怕打雷，只因姨娘便是在这样一个风雨夜难产而亡。每逢电闪雷鸣，姨娘撕心裂肺的哀嚎便会在我耳边回响。那晚，我吓得浑身发抖，将自己蒙在被子里，不料被子却被人猛地掀开。顾景行蹙眉问道：你病了？我咬着唇摇头，身体却止不住颤抖。顾景行见状，让人去请大夫，大夫只开了一剂安魂汤。烛光摇曳，他亲手将熬好的药端到我面前。喝了会好受些，往后若是打雷，我又不在家，你便去母亲房里睡。成婚1个多月，那是他对我说过最多话的一天，所以我从未怨恨过他。他虽不喜我，却也从未苛待我。
到了马车旁，我将伞还给顾景行，正要上车时，却听见他压抑的轻咳声。身旁侍卫满脸忧色的劝道：“大人，您身子本就虚弱，若是再受了风寒，可如何是好？”他的身影在雨雾里渐行渐远，最终消失不见。几日后，沈燕慈愁眉苦脸的跑来向我告别。我过几日要去京都太学读书了。太学？我满脸震惊，听说要通过严苛的考核才能入学，你居然悄无声息的就考上了？沈燕慈神色恹恹地告知前因后果。原来顾景行此番游历，每途经一处书院，都会亲自考核学子，选拔勤奋好学之人，举荐入太学深造。我们听兰村书院，他一共举荐了5人，沈燕慈便在其中。这可是天大的好事，我真心为他感到高兴。师兄他日金榜题名，可千万别忘了我。可沈燕慈却抿着唇面露愠色，我不知他在气些什么。罢了罢了，你这黄毛丫头，什么都不懂。你才是黄毛小子！好心被当成驴肝肺，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。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哼！沈燕慈被我噎得说不出话，半晌才咬牙道：“你就等着吧，他日我定要金榜题名，衣锦还乡。”说罢便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下午，山长与夫子公布了举荐名单，顾景行也亲自到场，他的脸色比往日更显苍白，时不时便要轻咳几声。下学后，我正要离开，却被顾景行叫住：“令尊考虑的如何了？不知大人所言是何事？”关于姑娘入太学之事，我心下一惊，入太学便意味着要远赴京都，那座城于我而言并无多少美好回忆。我握紧拳头，郑重答道：“多谢大人抬爱，只是我胸无大志，不愿远离父母亲人。”对面的人闻言，了然的点了点头。也好。没过几日，那5位被举荐的学子便要随顾景行一同启程前往京都。听闻是圣上下旨，召顾景行即刻入宫任职。父亲为他们准备了丰厚的盘缠与衣物。临行前，沈燕慈特地来找我，将一叠医书递给我。我的医书上都做了详细注解，往后你若想学医，便自己翻看。我甜甜的道了声多谢师兄。顾景行与父亲话别时，并未与我多说一字，便随着浩荡的车马队伍离去了。然而，他们一行人刚走不久，一封调令便送到了家中，父亲竟被擢升为光禄寺少卿。虽说只是平级调任，可终究是京官，也算是升了一阶。父亲满脸喜色，母亲却喜忧参半。圣上旨意，要夫君即刻赴任，我得赶紧收拾行囊。一番商议后，父亲先行启程赴京，待安顿妥当后，再派人来接我与母亲。我们带着仆役和丫鬟匆匆上路，抵达渡口那日，竟瞥见客栈后院停着顾景行的马车，他的侍从魏恒正在喂马，见了我们连忙行礼。母亲好奇询问顾景行为何耽搁，魏恒回话：几天前有人落水，顾大人下水救人，感染了风寒，正在此处休养。母亲闻言好奇，听闻顾大人文武双全，怎的如今身子这般不济？我家大人坠。魏恒话说到一半顿了顿，改口道：一场大病过后，身子便大不如前了。母亲不免惋惜，当即让人取来名贵药材送去。顾景行虽未收下，却亲自前来拜访。从他与母亲的谈话中，我得知沈燕慈等人早已先行前往京都。送走顾景行后，母亲摸了摸我的头，笑道：阿和今日心情不错，莫不是想着到了京都，又能和行检的孩子一起玩？母亲，我又羞又气的抗议，可母亲却越说越起劲儿。次日，我们准备乘船渡湖时，恰逢顾景行一行人也启程。母亲见他的侍从个个身手矫健，便提议跟着顾大人同行。谁知航行至晚间，10几名水匪窜了出来，幸好顾景行的侍卫们出手迅速，将水匪制服。这时，船上有一名孕妇受了惊吓，破了羊水。孕妇的惨叫声让我想起了难产而亡的姨娘。我轻声对母亲说：娘亲，我想试着帮帮她。顾景行问道：你可有把握？我艰难地点了点头。母亲见孕妇痛苦不堪，终究松口同意了。这是我第一次为人接生，虽看过不少相关医书，却没有实际操作过。我一边听着接生婆的指点，一边结合书中经验动手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划破夜的沉寂，产妇母女平安。那家人再三道谢。母亲为我擦拭手上的血迹，眼眶泛红。我家阿和已是能独当一面的大姑娘了。顾景行一夜未眠，一直在审问水匪。他走到我面前，女郎行事果敢，学识不俗。
如今新政伊始，若你能考中为官，必定能成为更多女子的表率。太学之事，你当真不去？我一时没能回应，他从袖中取出一封举荐信递给我，随后便带人离开了。我看着推荐信，心中生出向往，能进入太学接受教育，若是能一举及第入朝为官，便能救助更多人。我愿意去，想试试这条艰难却坚定的路。3日后，我们顺利抵达京都，与父亲团聚。没想到一到家中，竟意外看到了沈燕慈。几日不见，沈燕慈清瘦了不少，身着太学院的月白色学子服，更显身姿挺拔。我惊喜不已，提着裙摆跑进院里。她放下杯盏，笑道：“慢些跑，到了京都还是这般毛毛躁躁的，像个小猴。你说谁是猴？”我气鼓鼓地问道。自然是说你。我转头对母亲说：“娘亲，快把他赶出去。”父母相视一笑，问起沈燕慈晚间想吃些什么，便一同走开了。沈燕慈背着手凑到我跟前：“你瘦了些，倒更添了几分猴气。”我故意不理他，他却拿出一本泛黄的古籍，好不容易才找到的，你不要吗？我伸手去拿，他却把书举得高高的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挤出笑脸：“我要。多谢师兄。”沈燕慈这才把书放到我手心里，我一把抓住古籍，紧接着狠狠踩了他的鞋子一脚，随后一溜烟跑开了。次日，沈燕慈带我前往太学报道，却不料刚到便惹了麻烦。太学分为天地玄黄4大院，每个院又将学子分成若干宅。执事看过顾景行的举荐信后，领着我前往第9斋报道，沈燕慈则在第3斋。丫鬟不得进入太学院，我的笔墨箱子便由沈燕慈拎着。她一边走一边给我介绍太学院的景致，还说下学后要带我去京都的书铺转转。两人说说笑笑间走过迂回的长廊，我左脚刚迈出，便听到耳边有劲风刮过。沈燕慈迅速砰的一声闷响，她闷哼一声险些摔倒，一颗藤球滚落在地。廊下5、6个身着华服的男子见状笑作一团。赵大才子，对不住，没瞧见你在这儿。为首的略胖男子笑得最为开怀。我皱着眉上前查看，藤球砸在了沈燕慈的颧骨处，皮肤已经红得异样。我让他俯身，从挎包里拿出化瘀的膏药为他涂抹。那群人的为首者走到跟前：“大才子，把球捡给我们吧。”我看清此人面容，心中暗叫不好，竟是瑞王之子叶爽，出了名的小霸王，不学无术且好色。还记得有一次公主举办赏花宴，顾景行带我一同前往。我喝了些酒，站在池边观赏芙蕖。叶爽突然冒出来，一口咬定我是他带来的丫鬟，伸手就要拉扯我。我的婢女上前解释，顾景行也及时赶来。那时他不过是刚及第的探花郎，毫无根基。叶爽自然不怕他，还嚣张地说认错也是常有的事。最后顾景行忍无可忍，将他揍了一顿。回忆至此，我握紧了拳头。叶爽看到我的脸，眼前一亮：“这位女娘是哪家的？不如我带你四处转转。”真是恶心。我心中暗骂，随即全力一脚踢向藤球，藤球径直朝着叶爽的要害处飞去。“你找死啊！”叶爽捂着裆部疼得直跳脚。我佯装畏惧：“您让我把球捡给您，我一时没掌握好力道，还请公子恕罪。”沈燕慈再次将我挡在身后。叶爽还想发作，却被一旁的执事打断：“殿下，这2位皆是顾太傅举荐的学子，皇上过几日还要召见他们，切莫如此。”叶爽心中不服，却也不敢放肆，只得悻悻闭了嘴。我拉着沈燕慈的袖子，跟着执事快步离开了。晚间，太学没有课程，我漫步在校园中，学子们或是埋头读书，或是高声吟诵，或是聚在一起谈天说地，气氛十分热烈。来到马场，我靠在栏杆上看星星，无意识地哼起歌谣。刚哼了几句，便觉得有东西在扯我的裙摆，低头一看，是只名叫墨宝的黑犬。我蹲下身子拍了拍他的脑袋：“你叫墨宝？我看不如叫黑心狗蛋更合适。”头顶传来一阵轻笑，一道温润的男声道：“这名字是他自己选的，换别的名字他不会应。”我猛地抬头，一位身着绛紫衣衫的公子正含笑看着我。我依照同窗礼仪行礼，墨宝立刻凑到他身边摇尾巴：“我并非太学学生，此番是来拜访老师的。”男子温和解释：“刚才吓到你了吗？”我摇了摇头，刚想开口，沈燕慈已经骑着马赶了过来：“兄台，天色已晚，我带舍妹先行离去了。”他说着朝我伸出手，我下意识握住，被他一把拉上了马。太学的学子每半月可以归家一次。回到家中，我收到永宁郡主的帖子，邀请我参加2日后的马球会。母亲格外重视，
带我前往京中最负盛名的金玉坊，挑选衣裳与首饰。走进房内，成衣与首饰皆是精品。我们正挑选着，忽然听到一声恭敬的问候：“苏教书光临，有失远迎。”女子们纷纷围过去。我顺着目光看去，浑身一僵，竟是苏玉薇。如今的她，比起3、4年前多了几分成熟妩媚。苏玉薇似有所感，目光与我对上，我遥遥行了一礼，便不再多看。我心中冷笑，面上依旧乖巧行礼。见过教书大人，顾太傅举荐的学子，并非只有我一人。苏玉薇眼中的笑意淡了几分。你不必紧张，我看过你近日写的文章，文笔颇为不俗，想来用不了多久，我们便能成为同僚了。我躬身称谢，教书大人过奖了，我还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。母亲与苏玉薇客套了几句，回去的路上，我对母亲说：“那位苏教书，日后能避开便尽量避开。”话音刚落，便听到车外传来喧闹声。我撩开车帘望去，路边医馆里，一个眼熟的男孩抱着婴孩苦苦哀求：“求你们救救他，他还有温度。”医馆小厮将他往外推，人已经咽气了，你还是准备后事吧。母亲认出他，在渡湖的船上，你为他的嫂子接生过。我们下了马车，我看清襁褓中的婴儿症状类似高热惊厥，让婢女送去营前，并交代了几句。片刻后，医馆大夫出来为婴儿施针，婴儿很快发出啼哭。少年红着眼睛道谢，转头看到我时激动地说：“小姐，您又救了我小侄一命。”说罢便要跪地磕头，被母亲拉住了。我愿前往府上为奴为婢，只求救我小侄性命。少年恳切地说。母亲尚在迟疑，我凑到他耳边：“不如雇他来给我当护卫。”少年林征本是听兰村的一名镖师，他的兄长陈禄则在云京某府中担任账房先生。不久前林征受兄长所托，护送怀有身孕的嫂子前往云京团聚，未曾想叔嫂二人刚踏入云京地界，便听闻了噩耗。陈禄因私吞主家财物已畏罪自尽，嫂子骤闻夫君死讯，悲痛欲绝，当晚便寻了短见，自缢身亡，只留下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。林征本想寻个可靠之人照料侄儿，却不慎被人骗走了仅有的银钱。他一个粗莽少年，哪里懂得照料襁褓中的婴孩，正当手足无措之际，幸得我出手相助，将他带回了沈府。入府后，林征梳洗干净，换上了一身深色的侍卫服饰，竟出奇的合身。他本就面容俊朗，只是年纪尚轻，眉目中还带着几分未脱的天真稚气。我正欲询问一些日常，门外便有仆从通报赵郎君到访。沈燕慈一进来，就恰好瞥见了立在一旁的林征。他便是伯母为你安排的侍卫。正是。我点头，故意逗他专门用来对付你的好啊你。亏我四处奔波，为你寻来这些新奇玩意儿。沈燕慈佯装生气，大手一伸，便要去抢我手中的画本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我连忙告饶师兄是我最亲近的人，我怎么舍得对付你？沈燕慈力道一松，我赶紧将画本收好。随后，他又询问了我近日的课业情况，聊到兴起时，话题又绕回了林征身上。我抬头环顾四周，却发现林征已然不在身侧，想来是去处理自己的私事了。我总觉得林征兄长的死有些蹊跷，我轻声说道：“哦，何以见得？”沈燕慈一边说话，一边将刚买的炒栗子剥好，放进我面前的小碟中。若是他兄长真的犯了大错，知道自己必死无疑，又为何要特意托付弟弟，将怀有身孕的妻子接到云京来？我拿起一颗栗子放进嘴里，又喝了一口茶，顺了顺。沈燕慈闻言没有多言，只是又往我碟中放了一颗栗子。你想查这件事？有几分想法，可据林征所说，此事人证物证俱在，怕是难查。我叹了口气，与沈燕慈对视一眼，双双摇了摇头。谁知沈燕慈忽然笑了：“别灰心，你若真想查，我帮你。”他说这话时，我正伸手去接他递来的栗子，闻言一愣，手指便轻轻搭在了他的指尖，一时忘了收回。师兄，你真好，我由衷感顾。沈燕慈的脸颊是却瞬间染上红晕，连带着耳垂都泛起了粉色。他轻轻弹了一下我的额头，嗔道油嘴滑舌，说罢便急忙收回了手。次日我应灵溪郡主之邀，前往郡主府赴宴，竟又见到了一个熟人墨宝的主人。他今日身着淡紫色衣衫，用玉簪束着头发，一身贵气逼人。又见面了沈女郎，她开口时唇边一样极抹淡笑，想来是墨宝带他寻来的这调皮的狗。我正琢磨着该如何称呼这位郎君，林夕便欢欢喜喜地跑了过来，17叔。我心中大惊，原来这位竟是当今圣上最小的弟弟景王王景耀。灵溪正要为我们介绍王景耀，却先开口了，笑着对我说道：“不必多此一举，我与沈女郎早已见过。”
他竟知晓我的身份，想来以他的权势要查探我的底细，不过是举手之劳，见过王爷。我压下心中的诧异，规规矩矩的行了一礼。不必多礼，往日那般相处便好。王景耀语气温和，可这话听在我耳中，却总觉得有些暧昧。我与他明明并不相熟，何来往日那般相处之说？身旁的几位贵女闻言，神色各异。灵犀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王景耀，脸上露出了了然的笑容。我心中暗自叫苦，这笑容是什么意思啊？可别误会了。一会儿你要上场打马球吗？王景耀问道。顾景行不知何时牵了一匹马过来，淡淡说道：“不会便学，我待你莫怕。”他的语气虽平淡，却在众目睽睽之下给了我台阶，从未让我在外人面前丢过颜面。也正因如此，我才曾傻傻的幻想他或许对我也有几分情意。如今想来倒是可笑，我倒是想亲口告诉他，我如今马球打得很好，学得很认真，即便做不成他的妻子，或许也能算是他最好的学生。可转念一想，这话又显得多余，便又咽了回去。苏玉薇从赛场走来，经过我身边时看了我一眼，似笑非笑的说道：“我果然没看错。”阿和，你倒是越发不凡了。他这语气与往日在苏家时如出一辙。从前在苏家，但凡我做了什么事得到父亲的夸赞，他便会用这种皮笑肉不笑的语气说话，要么被罚饿肚子，要么被罚跪有一次。我亲手为父亲绣了一双鞋垫当做新年礼物，父亲夸赞我绣工精巧。当晚我便被他母子二人逼着跪下，用竹条抽打手心，直打得我半个月都无法握紧东西。时至今日，我对他仍心存畏惧。可如今的我早已不是从前那般软弱，我抬起头直视着他的眼睛，同样笑着回应：“苏教书过奖了。”苏玉薇还想再说些什么，王景耀便带着墨宝走了过来。沈娘子球技出众，不知本王日后可否有幸在太学与你讨教一番？王爷谬赞了我不过是略懂皮毛，不敢在王爷面前班门弄斧。我连忙谦逊道：“景耀微微颔首，是本王唐突了罪，让你受惊，今日游玩尽兴，本王备了一份补礼。”我本想拒绝，可先前已然答应了。灵犀此刻也只能点头，那便与本王一对如何？王景耀的提议让我愈发窘迫，却又不敢拒绝，只能硬着头皮应道：“能与王爷一对是我的荣幸。”此时的我以全无游玩的兴致回到席位上，托着腮发呆，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被人群簇拥的一道身影吸引。顾景行回来了，他身着月白色衣衫，立在人群中，看似亲近，实则疏离，宛如悬在夜空的皓月，可望而不可及。更让我意外的是，他身边还跟着苏玉薇。灵犀见状皱了皱眉，凑到我身边说道：“一会儿苏教书在另一队，阿和，你可得帮我赢了他。”我这才知晓，原先与苏玉薇一亲的那位小将军，本是灵犀一位表姐的心上人。小将军战死之后，苏玉薇却毫无悲戚之色，灵犀便与表姐一同记恨上了他平日里很是看不惯。马球赛很快便开始了，参与的众人被分为6对2，两对决，最终决出胜负。因王景耀主动邀我组队，再加上灵犀也在队中，我们这一队自始至终都备受瞩目。球赛进行得十分激烈，我有意与灵犀拉近关系对阵。苏玉薇时并未有半分放水，最终成功带领队伍夺得胜利。我站在赛场中央，下意识地朝顾景行的方向望了一眼。曾几何时，我也曾随他参加过马球会，那时众贵女邀我组队，我因不会打球，只能红着脸拒绝。苏玉薇当时也在场，她看似好心的为我解围，实则故意让我丢丑，引得众女窃窃私语议论。我粗鄙不堪，配不上文武双全的顾景行。我当时窘迫地低下头，手中的帕子都快被揪烂了。稍后便会送至神府说罢，便转身离去。灵犀望着王景耀离去的背影，笑着对我说道：“真看不出来，我17叔竟对你如此上心。”郡主慎言，我只觉得头皮发麻，不敢再多停留，匆匆告辞离去。离开郡主府，在府外等候神府马车时，顾景行恰巧也走了出来。见过顾大人，我主动上前行礼。不必多礼，他语气平淡，并无多言的意思。明日还要回太学，早些歇息吧。说罢，便径直朝着自家马车走去。景行，你等等我。苏玉薇提着裙摆快步追了上来，语气中带着几分嗔怪：“你怎么不等我便要走？不是说好了要送我回家的吗？”顾景行脚步未停，默然回应：“我从未说过这话。”苏玉薇脸色一白，下意识地看了我一眼，显然没料到顾景行会当众不给他面子。他强装镇定地笑了笑：“许是我记错了，那你便载我一程吧，顺路的。”这次不等顾景行开口，他身旁的车夫便上前一步拦住了苏玉薇：“苏教书恕罪，我家主君需即刻入宫，面见圣上实在耽误不得，无法送您回去。”言罢，顾景行便径直上了马车，丝毫没有停留的意思，只留下苏玉薇愣在原地，神色难堪。我强忍着笑意，
趁苏玉薇怨毒的目光还未落在我身上，赶紧登上了自家的马车，催促车夫快些离开。看着苏玉薇吃瘪的模样，确实好笑，可我又忍不住嘀咕，不是说这是一本甜宠文吗？可顾景行这般态度，哪里有半分宠爱的样子罢了。反正系统也早已掌控不了。王景耀送来的礼物也已送到，竟是一套做工精巧的旗装。父母得知这是景王所赠，神色都有些异样。父亲忧心忡忡地说道：“景王此前一直在封地，此次是因陛下思念，才被召至云京。听闻陛下有意为他择选王妃怪，为父官职低微，若是景王真对你有意，你嫁过去怕是只能做侧妃，委屈你了。”我彻底傻眼了，这都什么跟什么？我与王景耀不过见了几次面，怎么就扯到婚嫁上头了？母亲也在一旁叹气，不行，不能这般被动，不如早日为你定下亲事也好断了旁人的念想。他说着转头看向我，吾儿，你对景王可有几分心意？没有。我连忙摇头，生怕晚了一步就被定下亲事。母亲见我态度坚决，笑着说道：“没有便好，我看邢简那孩子便很不错，你与他。”母亲的话还没说完，我便吓得转身就跑，刚跑出府门，便差点撞上一个人，抬头一看，竟是沈燕慈。我连忙拉着他一路狂奔，跑出去很远才停下。出什么事了？跑得一头是汗。沈燕慈从怀中掏出帕子递给我擦汗。坏了，师兄，我喘着气，脸颊通红。我爹娘要给我和你说清那句未说出口的话，终究还是没能对沈燕慈讲。其，我只问他查到什么线索了吗？道。沈燕慈轻轻摇头，案宗我们无权查看，我让人去了陈露的住处，也没找到任何有用的东西。那，我默默颔首，没有官职在身，想插手官府的案子确实难如登天。垂眸望着地面，一股挫败感忍不住涌上心头。沈燕慈却忽然笑了笑，缓声道：“不过我向附近的人打听了些情况，这个陈露原本是米铺的账房，在那里干了5年，口碑一直不错，后来才去了药铺。没想到还没干满1年，就挪用了东家的银子逃跑的时候，不小心从马上摔下来死了。”我沉吟片刻，说出了自己的猜测。后来我问过陈侍卫，他说他兄长是个安分守己的人，而且当时家里也没什么大事，需要用大钱，实在没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，一下子挪用200两银子。我猜他多半是被人诬陷的。如果按这个思路想，谁会特意去诬陷一个小小的账房先生呢？要么是药铺的东家有问题，要么就是陈露的同僚捣的鬼。可这些终究只是没有凭据的猜测，千头万绪缠在一起，也只能是空想。沈燕慈送我回了院子，道别后便转身离开了。陈露早已在院门口等候，见我回来，连忙上前行礼：“女郎明日要回学堂，需要我随行护送吗？”我摇了摇头，当初让她留在府里不过是可怜，她带着年幼的侄子无依无靠，不必了。陈侍卫可以带着侄儿在慈心堂多住几日，堂里也有夫子授课，你不妨旁听学习一番。慈心堂是云京郊外专门收养孤儿等无家可归孩童的。帝苏陈礼再次行礼致故，我微微点头，便径直走进了院子。第二天，我和沈燕慈一同前往太学，不想却遇到一位意想不到的故人。那时我正在调试自己的杉木琴，一位穿着素雅衣裙的妇人走来之前，教你们琴课的和琴师生病来不了这几日，就由王琴师代课，你们都规矩些，不可失礼，怠慢了先生。斋长一边说，一边对着妇人恭敬地笑着，神色间满是敬重。我怔怔地望着这位王琴师，鼻尖忽然一阵酸涩。她不是别人，正是顾景晴的母亲，也是我从前的婆母。后来我才知晓，太学为了响应女子入学的法令，就连授课的夫子也挑选了不少有贤名的内宅妇人。顾母出身琅琊温氏，虽说不是嫡系一脉，年轻时也曾有过才女的名声。前世在苏家的时候，主母为了不落下苛待庶女的骂名，名义上给我请了不少先生，可那些先生大多是不入流的角色，教学也丝毫不用心，所以从小到大我什么都学不好。苏玉薇是名满云京的才女，而我却是人人耻笑的蠢材。像我这样的蠢材替嫁过去，又有谁能接受呢？顾景行掀开盖头，发现换了人，当场就离开了婚房。顾母自然是生气的，我原本以为自己少不了要受一番搓磨，可没想到第二天进茶时，顾母只是平静地问我：“认识字吗？学过管账吗？”从那以后，凡是我没学过的东西，她都亲自教导教我看账。本教我书画琴艺，就连烹茶插花这类技艺，她也会耐心提点一二。比起婆婆这个称呼，我更愿意叫她一声母亲。后来顾母似乎也真的疼惜我，不过1个月的功夫，就忙着给我添置新衣新首饰。得知我喜欢读志怪小说，她也会悄悄帮我搜罗。只是她总是说都是顾景行送的，我心里清楚。
这不过是顾母盼着我和顾景行能和睦相处，故意撒下的善意谎言罢了。回忆到这里，我忽然觉得脸颊微凉，竟是一行泪水不知不觉滑落下来。我连忙抬手将眼泪抹掉。下课之后，顾母准备离开，我连忙上前帮她将琴收好。夫人，我送你一程吧。我们一同走到顾家的马车旁，我将琴递给等候在一旁的侍女，正要道别时，却见苏玉薇款款走了过来。伯母安好。听闻伯母近日头疼难忍，这荷香有安神助眠之效，点燃后能缓解不适。苏玉薇说着，将一个精致的香盒递了过来。顾母脸上没有丝毫笑意，语气却还算客气，淡淡道：“无功不受禄，苏小姐还是请收回吧。”我罚了先行一步，顾母说着便要放下车帘。苏玉薇眼中飞快地闪过一丝愤恨，她瞥见站在一旁的我，立刻转了话头：“姑娘，方才景王殿下还在找你呢。你入太学没多久，倒是结识了不少贵人。”此时顾母已经放下了车帘，马车缓缓启动离去，等马车走远，我也转身准备回学堂。苏玉薇却突然厉声呵斥：“站住！”苏校书有何指教？我停下脚步，冷冷地问道：“你不必在我面前装出这副乖巧懂事的模样，像你这样一心想攀龙附凤的寒门女子，我见得多了。”苏玉薇语气尖刻：“我只是告诫你，你想攀附谁都好，唯独不准对顾太傅动什么歪心思。就算你费尽心思讨好他的母亲，他也绝不会多看你一眼。”说完，苏雨薇用冰冷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我。像苏教书这样的讨好方式，我忍不住笑了出来。你……苏玉薇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来，脸色涨得通红。若不是顾及这里是太学院，恐怕早就冲上来教训我了。那就多谢苏教书的示范了，我必定引以为戒。我说完转身便径直离开了。苏玉薇本就看我不顺眼，想来也不可能和我交好，我何必留在这里受她的气？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她对我的报复会来得这么快。皇帝驾临太学院考察，我与沈燕慈等21位学子因文章受赞，获旨随驾御张山避暑。21人分3队女生队，由苏玉薇管理。我见状，只觉晦气。前2日安稳度过，第3日夜间，皇帝召集众学子与景王等王公闲谈，提议望月题诗。我不愿谄媚，写了手写景5言小诗，与众学子一同将诗笺投入竹筒。皇帝令福公公随机抽取诵读前3人的诗作，获赞赏赐。第4次抽取时，福公公却神色异样，诗间无署名。皇帝命念出诗作，见福公公神色愈发不自然，便亲自查看阅后，脸色皱沉，满眼嫌恶，令众人辨认字迹。3位夫子亦被召来，我分明看见苏玉薇失态，捂嘴目光直直射向我。随后福公公等人的视线也齐刷刷聚焦于我，显然这是冲我而来的陷阱。沈燕慈投来担忧目光，我轻点头示意无妨。闲谈不欢而散，我被侍卫领到皇帝面前。皇帝怒斥我辜负太傅，举剑掷下一张诗笺，笺上字迹与我如出一辙，原是写景小诗，竟被替换成提及景王的淫词浪语，且竹筒中唯独少了我原本的诗笺。天刚亮，沈燕慈便寻到荷塘量情，我将昨夜变故告知，递出装有驱蚊解暑香囊的锦盒。他怒斥苏玉薇歹毒，我忙示意噤声，免得落人口实。沈燕慈见香囊愣了愣，得知是赠他的，当即系在腰间，嘴硬说勉勉强强，却红着脸转身跑远。我正平复心绪，王景耀忽然出现，我行礼问安。他温言告知已抓到偷换诗笺的小太监，只是小太监未及指认幕后主使，便中毒身亡。苏玉薇也因触怒陛下，被革职归家，闭门思过了。他提及瞧见我送同窗香囊，恳请我也为他做一枚，我无奈应允，暗下决心，日后多做几枚分，赠众人避免特殊。此时王景耀的犬富贵叼着我的裙角往画舫方向拽，他顺势邀我乘船赏荷。见画舫中有其他太学学子，我便应允了。我每日不是去太学上课，便是在家温书休憩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苏玉薇不知用了什么手段，竟重回太学院官复原职，依旧担任教书。想来是苏家在背后出了力。时光飞逝，转眼便到了中秋。我去庙会，竟撞见顾景行，同时还看到了王景耀。众人寒暄间，话题陡然转到香囊上。王景耀捻着穗子朗声说，配着这香囊，连蚊虫都躲得远远的。我窘得耳根发烫。沈燕慈却适时解围，笑道：“我最爱摆弄针线，前几日给亲友同窗各做了一个，忙到今日才得空逛庙会。”这话半真半假，我亲手做的香囊，统共只有4个爹娘各一，还有1个给了沈燕慈，其余都是托嬷嬷代做的。唯独顾景行的那一个，至今还躺在锦盒里，没寻到合适时机送出。我下意识去看顾景行，正撞见他目光落在沈燕慈腰间的香囊上，眉头微蹙，若有所思。糟了，漏了他一个的事，
怕是被察觉了。我连忙打岔告辞，拉着沈燕慈上了马车。车厢里，沈燕慈似笑非笑的打趣景，王待我格外不同，追问我心里装着的是谁。我被逗得恼羞成怒，脱口而出：“喜欢你这个倒霉蛋！”话音刚落，自己先红了脸，抓起软枕就往他身上砸，车厢里顿时闹作一团。中秋过后，京中传闻天子年前或将开恩科，我一头扎进书堆，日夜苦读，竟连重阳将至都未曾察觉。直到林征找上门来，他查到刘记药铺掌柜每隔10天便去郊外偏僻山庄，且总有人趁天黑从山庄运出满车药草。刘记手续齐全，何苦如此偷偷摸摸？我暗自揣测，陈露恐是发现了刘记阴阳账本的猫腻，才被灭口。可他们运药草的目的却让我毫无头绪，我为这事辗转反侧。次日顶着黑眼圈上课，果不其然被先生罚抄书。正抄着王景耀的狗墨宝，突然窜进来，在我的纸上踩出梅花印。王景耀闻讯赶来，笑着替我分忧抄书，见我愁眉不展，便问起缘由。我借着朋友的口吻，将陈露的案子说了出来。抄完书时，沈燕慈气喘吁吁跑来，我兴冲冲说起王景耀的帮忙，还盘算着请他协助查案。沈燕慈却弹了弹我的额头，沉声道：“断案，讲究证据，若仅凭权势翻案，你寒窗苦读为民做主的初心又算什么？”我怔住，瞬间醒悟，自己所求的本就是凭本事查清真相。次日勤课结束，门童禀报有人在前堂等我，推门而入，我却愣住了。顾景行端坐桌前饮茶，身旁的林征鼻青脸肿，胳膊吊在脖子上，显然受了重伤。顾景行淡淡道：“你派人盯梢的手段太差，被刘记的人发现了。”我心头一紧，索性将陈露的案子与所有猜测和盘托出。顾景行静静听完，忽然问道：“陈露的那根拐杖可否借我一关？”林征忙应声去取，屋内只剩我与顾景行两人，空气仿佛凝固。我攥着袖中那个绣了整个夏天的香囊，却连送出去的理由都寻不到了。寂静中，顾景行的声音自身侧响起：“恩科在即，你筹备的怎样了？夫子说你上课时总打瞌睡。”羞耻感瞬间涌上心头，我刚要辩解，他的语气已温和下来，只顾苦读伤身子，劳逸结合才是正理，别累坏了自己。我勉强牵出笑意：“是先生，从前以妻子身份待他，言语皆需斟酌，如今身为他的学生，或许能多问几分。”我鼓起勇气开口：“听闻先生寒窗苦读10余载，当年是如何平衡劳作与休憩的？”顾景行微正眼底，渐浮笑意。本埋首书海，不问世事，直到有人将春夏秋冬的景致、风花雪月的趣闻说雨，我听才知世间竟这般可爱，藏在衣袖的手不自觉攥紧。那些年我讲给他听的春雷惊虫、夏雨打荷、冬雪覆梅，还有神神叨叨的鬼怪故事，他竟都记着。这本书颇为有趣，你或许会喜欢它。递来一本坊间奇闻小说，林征等人便拿着拐杖回来。顾景行接过拐杖，仔细查验。林征迟疑上前：“大人，这拐杖是我做的，里头绝无机关。”顾景行颔首动作，却未停歇。有人发问：“大人觉得这是陈露留的线索？”“正是。”顾景行解释：“他住处无血迹，绝非案发现场。陈露腿脚不便逃命，却未带拐杖，必定在此留了线索。歹徒若杀人，更不会特意送回拐杖。我心中了然。陈露该是察觉危险，留此线索求救，却未料官商串通，死后还要背负污名。”顾景行让人打水，将木拐进入取出后，众人发现拐头有细小缝隙。这拐杖恐要损毁，你愿意吗？得到林征应允，他取匕首顺着缝隙小心撬开。我屏住呼吸，只见一块卷折的丝帛掉落，展开后，林征念出上面的字：荠草、白茅根、刺儿菜。这些是什么？顾景行的目光转向我，我应声答道：都是止血疗伤的草药。他凝望着丝帛轻笑：这是关键证物，我先带走此事牵连甚广，你们切勿声张，我自会为清白者洗刷冤屈。我恳请他顺带带走林征作证，指证刘记药铺殴打百姓的罪行。得知翻案有望这夜，我睡得格外安稳。次日醒来，我第一时间想将好消息告知沈燕慈。然而路过竹林小亭时，却恰好听到叶爽高谈阔论，昨经理出大事了。刘记药铺被我叔叔景王端了，他们长期偷税漏税，账房先生不肯同流合污，就被他们杀了。我如遭雷击，僵在原地。这便是所谓真相仅凭毒打逼供得来。丝帛上的草药名录又作何解释？王景耀到底在搞什么鬼？握伞的手微微颤抖，眼角余光瞥见回廊上的沈燕慈，他显然也听到了。师兄，这不是……我想解释，却见他眼神满是失望。阿和，原来这就是身居高位者的权力滋味，没有凭据就能轻易翻案，有景王在，凡事都能一帆风顺。你的初心忘了吗？我好像已经不认得你了。塞，那失望夹杂悲伤的眼神像细针狠狠扎进心里，连日操劳的疲惫与被误解的委屈涌上心头。我没有，
你凭什么不信我？话未说完，便转身跑开，不慎撞到一人，雨伞掉落。何事如此伤心？顾景行温润的声音传来。我泪痕未干，狼狈不堪，低头夺过他递来的伞，继续往前跑回寝居。同住的女郎不在，我关上门，放声大哭。瞥见桌上2盏亲手带进太学院的鱼灯，又想起沈燕慈的模样，一时气不过，抓起一个砸在地上。可刚砸完又后悔心疼，蹲下身捡起，发现灯身一根鱼骨断裂。这竟是沈燕慈亲手所做，我哭得更凶摸，锁着想将鱼灯粘合。忽然发现灯内侧刻着字点亮蜡烛，细看是山有木兮木有枝，字迹藏在花纹里不易察觉。我连忙拿起另一个鱼灯，对着鱼嘴往里看下半句，星月清晰清不知，赫然在目脑海中仿佛惊雷炸开，心跳骤加速。沈燕慈这是在告白，原来她竟藏着这般情意。如果不是今日摔碎鱼灯，我恐怕永远不会知晓。可转念一想，我又火冒三丈，就算喜欢我，也不该不分青红皂白不信我。我蒙着被子生闷气，不知不觉睡着。再次醒来，同住的女郎轻声道：“赵家郎君在外面等了你一整天了，要不要见见？”往事。我望向窗外，他竟等了一整天。我摸了摸肿得像核桃的眼睛，嘴硬道：“不见。”可转念一想，必须找他问清楚。并非担心他淋雨生病，他身姿挺拔，静静站在雨中。你还来干什么？我上前，语气带着怒气：“不是要骂我攀附权贵吗？继续说啊！”他静静看了我许久，缓缓开口：“是我被嫉妒冲昏头脑，才说那些伤人的话。我并非不信你，只是无力为你排忧解难，而他却能轻易做到。我恨自己无能，更怕你被权力迷惑，与我渐行渐远，疑心起则鬼魅生。你我之间本不该有隐瞒，是我被情绪左右，害你伤心，是我的错。他郑重欠身致歉，你若不愿再理我，我咎由自取，只盼你往后四时如意，日日开怀。”我的脸颊猛地一红，好在天色昏暗，他看不见我的窘态罢了。知错能改变好。我清了清嗓子：“我现在一点也不开怀，但如果有人愿意再教我做一次鱼灯，或许就不一样了。”沈燕慈上前一步，声音带着欣喜：“你不生气了？”昏暗天光下，他的眼睛亮如星辰。我点头，我本是来告诉你新线索的，结果被你期望了，害命。林征帮你盯梢，顾大人帮你找线索，偏偏我什么都没做。你功劳最大，陈露的住处是你找到的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只要你还愿意理我就好。”他声音里满是庆幸。方才我昏了头，没追上去。后来顾大人路过说，有些遗憾一旦造成穷尽一生，也无法弥补，可把我吓坏了。我不想和你有任何遗憾。沈燕慈忽然握住我的手，我以为他要说海誓山盟，他却话锋一转：“夜里风凉，你早点回去歇歇。”说完便转身逃走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没有戳破那层窗户纸。我至今说不清对沈燕慈的情愫，但顾景行说的没错，有些遗憾穷尽一生也无法弥补这一世。我总要弄清楚自己的心意。只是顾景行心中是否也藏着遗憾？是新婚夜发现新娘非意中人？是遗憾当年未能抓住坠崖的我，还是其他我不知道的事？重活一回爱与恨，情与仇，我都不愿再留任何遗憾。终于案情水落石出，刘记药铺终被查封。经查掌柜与幕后主使勾结叛军，意图资助反贼，颠覆朝纲。账房先生陈露核对账目时察觉异常，撞破阴谋后，深知难逃灭口，刻意留下线索，佯装卷款，潜逃时则已做好赴死准备。令人发指的是，云京县为知法犯法，长期包庇药铺不法行。此案审结后被革职处斩。其实顾景行一行人早已暗中盯上药铺，本可不枉将叛军一网打尽，却因王景耀贸然出手打草惊蛇，让2名核心头目逃脱陈露、陈元昭雪。当日其族人林征跪在我面前叩首不起，愿为奴为婢，效忠报恩。我扶起他劝道：“不必如此，若真心报恩，便将心意回报天下百姓。”次日，林征前来告知，决议参军军营乐享，可支撑侄儿在慈心堂的生计。父亲怜悯其孤苦身世，写了封书信托付给陆州军。终究有镇威校尉赵福林别事，我将庙里求的平安符递给他，盼他年节归来团聚。不久后，秋烈开启沈燕慈未到场，我却频频撞见王景耀，只得整日黏着灵犀避嫌此前刘记药铺一案。他害得我遭沈燕慈误会，我始终心中存戒。顾景行曾特意叮嘱不可再向任何人提及牵涉药铺案，以防逃脱的叛军报复。所以王景耀问我为何态度冷淡时，我仅强装微笑不回应。没想到竟然在狩猎过程中遇到刺客，我和王景耀都被追杀。幸好被顾景行所救伤好后，我本想去向顾景行道谢，父亲却告知顾景行已随太子南下公干去了。而与此同时，我竟听闻一桩大事，
苏玉薇即将嫁与瑞王为继王妃，还升任了户部侍郎。我心知这下算是撞上了硬茬。不过听闻叶爽在家中时常含沙射影苏玉薇的日子，想必也不好过。小寒前一日恩科如期开考，我早已做足准备，胸有成竹地踏入考场。考完次日便是腊八，太学也放了年假，转眼便是除夕。我随父母祭祖祈福，阖家围坐吃团圆饭。谈及堂姐的婚事，父母的目光落在我身上。父亲笑着打趣，我也到了议亲的年纪。我抿紧嘴唇，不愿搭话，余光却瞥见沈燕慈闷头罢饭，耳根红得快要滴血。我暗自叹气。我与沈燕慈一同前往顾景行府中拜年。顾景行此前随太子南下未归，我们此行是专程拜访他的母亲王夫人。王夫人略感诧异，她平日在太学交完情便径直离去，极少与学子应酬。她亲自下厨备了一桌佳肴。我与沈燕慈吃得酣畅淋漓，放下贺礼正准备告辞时，下人却来报顾景行回来了。彼时白雪纷飞，顾景行手持油纸伞缓缓走来，平和地问我们为何不进屋。我们只好折返屋内落座饮茶。顾家是名门望族收藏的字画不计其数，大多我都曾见过。沈燕慈却满眼向往与兴奋。字画收纳在外间木匣中，顾景行嘱咐我们可随意参观，便转身处理公务去了。沈燕慈看得全神贯注，我却渐渐觉得无趣，心想既说可以随意参观，去内室瞧瞧也无妨。我轻轻掀开竹帘，只见屋内立着几排顶天立地的书柜，满满当当全是书籍。正觉没什么新奇时，突然闻到一股幽香。我循着香味走去，竟见书柜后苏的木脊上摆放着一个牌位，上面清晰刻着无期苏清言之灵位。那是我的灵位。木脊之下整齐码放着一堆杂谈异文类书籍，看过的与未看过的被分得清清楚楚。原来这些书真的是顾景行为我寻来的，他从未对我提及，我竟一直以为是婆婆编造的谎言。我沉浸在震惊之中。沈燕慈则痴迷于字画。不知不觉间，我们又在顾家留了下来，一同用了晚膳才告辞。上元佳节，阖家吃元宵。这一日恩科放榜，我名列进士榜第3，沈燕慈位居第5家，终然放炮仗庆贺。当晚我与沈燕慈兴奋地出门观赏孔明灯。沈燕慈问我日后想往何处任职，我直言想去户部，他则倾向于吏部。正当我们畅想着未来，我却在熙攘人群中瞥见了顾景行的身影，身旁还跟着苏玉薇。苏玉薇不是即将嫁与瑞王吗？怎会对顾景行依旧情意未了？好奇心驱使下，我见二人转入僻静街巷，便悄悄跟了上去。沈燕慈也紧随其后。只听苏玉薇歇斯底里地喊道：“顾景行，这是最后的机会，你到底娶不娶我？”顾景行的声音淡漠得令人心悸。本官从未对你有过半分情意，何来嫁娶之说？从前没有，往后亦绝不会有。苏玉薇哭着嘶吼，称他们是天作之合，还说顾景行新婚夜抛下苏清言，在他住府时早早归来。叛军攻城时不让苏清言活下来，全是因为爱他。你真是疯得不轻！顾景行一把推开他，语气满是嫌恶。新婚夜的事，清言竟能对你和盘托出，可见他当时对你何等恐惧。他厉声质问，又警告苏玉薇，若再纠缠不休，便让苏家陷入灾祸。苏玉薇怒声嘶吼，顾景行却头也不回地离去。我与沈燕慈连忙悄悄溜走，随后装作偶遇上前攀谈高中之事。顾景行神色如常，丝毫看不出方才动过气。元宵过后，皇帝的任命圣旨下来了，我被封为户部郎中从7品，沈燕慈任户部员外郎正7品。上任后便经历了儿童失踪案，并抓获了凶手，然后又被派往齐州破了茶税贪污案。回到云京，皇帝公开嘉奖我后，又单独召见，竟问及我的婚期。我如实回禀尚未许配，生怕皇帝赐婚，忙转移话题。离开皇宫时，我在宫门外遇见苏玉薇与瑞王。瑞王中年富态，眸子却锐利如狼。我上前行礼，苏玉薇满脸笑意。瑞王倨傲开口，沈大人舍命救下17弟，17弟又千里驰援边城，你二人情谊真是佳话。苏玉薇更是笑道：“恭喜沈大人，好事将近了。”我心头一沉，才想起去年与王景耀一同坠崖的旧事，仍被人津津乐道。果然立下当日赐婚圣旨，奏至景王王景耀，奏请赐婚皇帝应允册封我为景王妃。道贺之人络绎不绝，我却浑身冰凉。接过圣旨后，直奔景王府质问王景耀早已在厅堂等候。我强压怒火，此前已然说清，为何还要恳请陛下赐婚？王景耀低沉开口：“本王原以为能放下，可听闻你被困边城，便不顾一切请命驰援。若非王府之力，银钱粮草不会那般迅速抵达。嫁给本王此后，无人敢怠慢你。我只想将你护在身边，
他的深情，在我听来只剩悲凉。他只看见我的苦楚，却看不见边城百姓的挣扎。这般浓烈的爱意，他日消散，或许便会将我弃如敝履。我迎着他的目光站直身体。王爷，你所谓的爱，便是强人所难吗？好，你想要我，我便给你。说着，便去解腰间丝带。王景耀惊得起身，攥住我的手腕，力道之大，似要捏碎骨头。住手！不要拖！他颤抖着为我系好衣带，语气决绝。此事绝无转圜余地。我浑浑噩噩回到家中，丫鬟告知沈燕慈前来探望。我不见他，把床前那盏鱼灯拿去还给他。那盏破损的鱼灯，我早已修补完好，也早已发现他藏在其中的秘密。想着想着，我捂着脸失声痛哭。原来人越长大，眼泪竟越不值钱，纵有千般心绪般照旧要上。早朝之上，同僚们围着我道贺赐婚景王之事，我只淡淡颔首，一言不发。垂头赶路时，冷不防撞进一个温暖的怀抱，抬眼正对上沈燕慈深潭似的眼睛，鼻尖一酸，我梗着脖子，声音发颤：“你也是来助我觅得良缘的？”他轻轻摇头，沉声道：“那日边城你扑进我怀里时，景王就在不远处，眼底落寞，骗不了人。我早修书请爹娘来京一亲，没想到他动作更快。我不敢置信地重复我们的婚事。他语气笃定我们的婚事可赐婚圣旨以下违逆，便是欺君之罪。沈燕慈却让我莫慌，说他愿呈递婚书，一人承担所有罪名。”不久后，顾景行的母亲病重，我与沈燕慈前去探望，竟见他亲自侍疾。告辞时，顾景行叫住我，问及赐婚之事。面对京中我攀附景王的流言，我反问他是否也觉得这是好姻缘。顾景行目光温和：“你所求从不是富贵，不过一世安稳。你值得世间所有好，此事或有转机。”后来我本想托郡主灵犀引荐皇后，却在公道偶遇顾景行。他瞥见我手中婚书，轻描淡写道：“已经结束了，姐。”王主动请旨收回了赐婚圣旨，我惊得瞠目结舌。他却转身离去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金銮殿上，瑞王当庭发难，罗列景王通匪、收买人心等罪证，景王无力辩驳，被打入天牢。我暗自庆幸，幸好赐婚已废，否则沈家将万劫不复天牢之中。我与景王时隔多日再见，他静坐床榻，闭目养神，偶尔抬眸与我对视，随即蓦然移开目光。景王一案就此搁置，再无下文。瑞王愈发得宠，手握兵权，连景王麾下兵力也尽归其手。素来与我不和，处处针对苏家远侵犯案。苏玉威想徇私，我却将案中记录得明明白白。他恼羞成怒，竟让瑞王派人闯刑部，撕毁暗册罗织罪名，害得我被罚俸停职。满朝文武畏惧瑞王权势，无人敢管。中秋时，瑞王插手太子选妃，皇上竟欣然应允。父亲长叹皇上对瑞王过分宠爱，不知是福是祸。我心中山雨欲来，惶惶不安。好在我与沈燕慈的婚事尘埃落定，赵家送来的聘礼摆满一院，其中竟有那对我曾归还的鱼灯。沈燕慈捏着鱼灯含笑看我，轻知否？我脸颊发烫，又羞又恼地捶了他一拳。入冬后，顾母病情加重，顾景行索性辞官衣，不解带的事急。我与沈燕慈常去探望，顾母拉着我与沈燕慈的手，絮絮叨叨说起往事，叮嘱我们夫妻间要彼此体谅，莫学顾景行。他还说待他去后，要我们常去看看顾景行。我与沈燕慈对视一眼，郑重点头。春节将至，云京涌入大批灾民，原是南苏大旱所致，天子震怒，彻查赈灾款去向，竟查到苏玉威头上。他贪没5万两赈灾银，只发下1000两。除夕之夜，皇上与太子前往太庙祈福，瑞王终于起兵谋反，围困太庙，逼皇上写禅位诏书。他自以为胜券在握，宫中侍卫早已被收买，城外还有1万精兵待命。可他千算万算，终究失了算。太庙角落涌出大批官兵，将他的人马团团围住。城外叛军也被顾景行和王景耀率领的将士降服。原来那些灾民大半是瑞王麾下士兵假扮的，而被他射杀的。太子不过是个小黄门，自始至终皇上才是执旗之人。一夜之间，瑞王府苏家党羽尽数被打入天牢，此案牵连甚广。审至次年春天才尘埃落定，瑞王被判斩首，苏家满门抄斩。顾景行奉旨审问苏玉威那日，我随灵犀去天牢提审叶爽。灵犀附耳低语，3年前叛贼作乱，顾景行的妻子苏清言被掳走坠崖。顾景行跳崖相救，却晚了一步，而污蔑苏清言的流言正是苏玉威散播的。灵犀还说，顾景行这些年每逢瞧见实行一事，都会让人给亡妻裁制，哪怕他早已不在人世。我正在原地，恰好听见刑房内苏玉威尖利的嘶吼，是我带贼寇找到他的，凭他低贱出身也配得上你。跳崖时你犹豫了是不是？
顾景行声音淡漠，字字清晰。本官的选择从来只有轻言一人。当年弓箭手早已埋伏，射杀贼首易如反掌，本官从未犹豫。就案已审完，你秋后处斩苏玉威，状若疯魔，嘶吼着我是主角。我猛地推门而入，只见他满身鞭痕，形容枯槁。顾景行抬眸看我一眼，随即颔首告辞，千言万语堵在喉头。我竟不知以何种身份开口。后来我单独去见，剧情不该这样，不想被抹杀。原来他与我一样是带着任务来到这个世界的。没过多久，顾母终究没能熬过冬天。我跪在棺椁前，痛痛快哭了一场，在心底唤了他一声母亲。顾景行为母守孝，辞官归乡。临行前他邀我在城外茶寮相见，恳请我为他做一个绣着长耳朵兔子的驱蚊香囊。他望着窗外杨柳，说起我们初见时我跑调的歌谣，问我为何后来不再唱。我沉默片刻，轻轻哼唱起来，调子依旧跑得厉害。他却笑着夸很好听。瑞王谋反案了结，王景要洗刷冤屈，重回封地。林征因评判有功，被封为潞州参军。临行前拍着胸脯说定会回来喝喜酒。我送他平安符与刻着平安顺遂喜乐无虞的木牌。林征摩挲着木牌，忽然问我为何总把安乐二字写成错笔。我心头一颤，前世苏青言的父母名字韩安乐，二字书写需避讳这个习惯，竟从未更改。惊雷炸响在脑海，我忽然想起那年中秋，顾景行捡到我祈愿红丝带时那穿透时光的眼神。我策马扬鞭赶往顾府，却被告知顾景行已扶灵归乡，归期未定。新帝登基后多次派人请顾景行出山，都被他婉言谢绝。听说他在宗族收养了一对儿女，读书教子，不问世事。我与沈燕慈的婚期定在2月落雪，映着晴光10里红妆，羡煞旁人。林征专程从潞州赶来喝喜酒，王景要派人送来厚重贺礼，顾景行则托魏恒带来珍奇字画与一间雅致小院的房契。我循着地址寻去，院中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籍，婚礼办得热热闹闹，圆满至极。新婚之夜，红烛高照，沈燕慈指着床头的鱼灯，笑着问我何时知晓他的心意。窗外月上柳梢，清辉满地，帐内对影成双情意绵绵。